大家好，上集我们了解了复利的威力和限制，阐述了复利是投资之道。复利现象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这集我们讲述复利的要素、特征和应用。复利是计算利息时，除了本金，上次的利息同样可以生息，就是徐话说的另轨利、驴打滚，这就产生一种累积性的指数增长。这个 P 是本金，这个 R 是收益率或利息， T 是投资时长或累计的周期， F 相当于中值。通过这个表你看，如果收益率越高的话，复利增长就很快。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如果时间越长，复利增长也很快，威力也很大。这个公式就是怎么通过未来的值折现到现在去计算现在的值，这就是折现的一个概念。评估公司内在价值时会用到这个公式。公司的内在价值就是公司在存续期内能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复利有3个要素。首先来看收益率。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收益率很高的话，复利的威力实在太大。我以前讲的国际象棋上放比例和对折指，它的增长都是每次翻倍，就是100%的收益率。在现实投资当中，100%的增长是很难实现的，或者实现只能是短时间的，没法持续很久。所以要想长久的复利，收益率一定不能太高。我们看正常情况下有哪些收益率。通货膨胀率一般是 2% 或者 3%， 活期定存利率基本上是非常少，可以说没有，小于通货膨胀率。存于银行的钱多是慢慢贬值，让购买力逐年下降。债券的利率比通货膨胀率稍微高一点点，有时候还可能低于通货膨胀率 3% 到 4% 左右。有的国家债券的利率可能高一点 5% 左右。股票的收益率长期来说是最高的，能够达到 6% 到 7%。这是指美国长期的股票收益率6.7 左右。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想实现复利投资的话，收益率不要想得太高。当然，短期你也可以实现高收益，但是这个复利没法持续。这个公式是怎么计算年化收益率的？它等于中值除以初值，然后开时长次方再减1。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去估算收益率或者计算资产翻倍所需要的时间，就是72法则。就是用72除以收益率，可以计算资产翻倍所需要的时间。比如说 1% 的收益率需要72除以1等于72年资产才能翻倍。但实际计算时间是70，接近72。如果收益率是 2%， 需要72除以2等于36年才能翻倍。3% 呢，24年。就是说数据非常接近。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收益率口算翻倍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像我们常见的收益率，通货膨胀率 3%， 就是每过24年购买力减半。
常规的股票收益率是 7%， 大概是每10年翻一番。记住这些常规的数据就行了。收益率 8% 呢，就是9年资产翻一倍，9%是8年翻一倍，10%呢大概7年翻一倍，收益率 12% 呢大概是6年翻一倍。好的公司收益率大概是 15%， 也就是5年翻一倍。有的公司收益率 20% 多，可能3年、2年甚至1年就翻倍。大多数普通人要寻找高收益10倍股，就找这些高成长的公司，可能3年、2年甚至1年之内要翻倍。同样，如果涨得很快，复利持续时间就不可能很长。你想，如果一个公司每年按 30% 以上的速度增长，很快整个地球都是你的了，这种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第二个要素是时长，这个公式是计算时长的，它等于在对数空间里总收益除以1加收益率。我认为时长是复利3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时长越长，收益率越大。你看这个图，投资30年，收益大概是那么多；投资50年，收益有那么高；投资100年，收益率更高。所以投资时间越长，造成复利的威力非常大。复利短期效果是不明显的，巴菲特50岁时的资产只是他总资产的 1% 不到，99%的资产都是在50岁之后挣到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可以到50岁之后再投资？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错了。如果他没有50岁之前的积累，他的财富不可能那么高。所以投资是累加的，时间是持续的，不可以间断的。投资的越晚，需要的本金就越大；越早投资，需要的本金就不需要那么多。这个表是在给定收益下实现不同增长倍数所需要的时间。这边是收益率，这边是增长的倍数，中间是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个倍数？通常我们投资时间大概是50年，按照普通收益率 10%， 通常投资48年，资产能翻100倍。如果收益率高的话 12%， 41年就可以达到100倍。如果是 15% 的话， 49年就可以达到1000倍。如果投资收益率 20% 的话，51年就可以达到10000倍。但是普通人的财富增长能达到1000倍就很不错了。普通人投资时长平均50年左右，有的像巴菲特投资了80多年，因为他投资的比较早，活得又长。当然，如果你的收益率又很高，资产翻个100倍、1000倍，甚至10000倍以上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追求太高的收益率，复利实现起来就比较困难。第三个要素是本金，如果没有本金，复利无法开始。本金可以是你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也可以是借别人的钱，比如借银行的钱、借上下游的钱、政府的钱，或者从其他地方借来的钱。像巴菲特，他就是用保险储存金作为本金，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增长。我们个人投资者只能靠省下来的工资去投资能产生现金流的公司，这样的话本金也会增长。年复一年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利机器。投资一定要趁早，
早期本金可以用的很少，投资越晚，本金就需要的很多。这个图显示，如果开始投资10年后不再增加本金，到67岁退休时，收益要大于晚投10年，而且本金是前者的 1.5 倍，同时一直投资到退休。复利投资早期靠本金，后期靠复利自身，不需要再投入本金，就可以自己保持增长。如果我们把复利分解，拿每次分解来说，它的增长是有波动的。如果投资波动很大，结果可能并不是太理想。比如说，第一年高增长 50%， 第二年跌 20%。如果这种波动频繁发生，最终的10年总收益是 2.49。如果平常每年都是 20% 的收益，然而最后一年大跌 50%， 最后总收益只有 2.58。如果每次都是最稳定的 10% 的收益，10年后总收益能达到 2.59， 超过前两者。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投资一定要避免大的亏损，避免频繁的亏损，收益一定要保持持续稳定，不要太高，当然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过，那投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巴菲特在复利的3个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他的本金是源源不断的，通过控股的保险附存金，通过各种杠杆，用别人的钱，用别人的时间，用别人的能力去产生更多的本金。他的收益率做的也是相当之高，他买的公司基本上都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收益率非常高，肯定要超过 10% 了。最重要的是他的投资时间，他活得长，投资早，投资时间很长，造成他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大多数人都达不到他的财富规模，然而如果我们能达到他财富规模的一小部分，财务自由应该是问题不大。复利的特征，第一个就是长期性。复利早期需要长期的积累，要有耐心，长期坚持，后期增长威力巨大。第二就是积累或累加性，每次都有利息，每次连本带利继续迭代，比如每天进步一点点，长期坚持，时间久了，威力会越来越大。第三个特性是持续性，复利一定要是持续，不能间断，不能3年打鱼2天晒网，一定要正确的事情反复做。最后是稳定性，复利不能是一回高一回低，波动太大，一定要是稳定的，每次都是正的收益。还有一定要减少巨大的亏损，复利不在于赢的次数，一定要赢得稳定。现在我们来看复利的应用。如果是正复利，每天进步一点点，经过365次迭代，效果就会增长到38。如果每天没有进步，整天浑浑噩噩混日子，过了1年之后还是原地踏步。相反，如果有一个坏毛病，每天退步一点点，经过365次迭代，效果就只有原来的 0.03， 退步得很快。所以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力就很大。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习惯，比如说阅读啦，坚持锻炼身体啦，
好的习惯每天都坚持，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样长期下来效果非常之大。而那些坏毛病，比如说抽烟啦、喝酒啦、整天刷视频啦、无所事事啦，让你每天退步一点点，时间一长，跟其他保持良好习惯的人一比较，差别就出来了。尽管每个人的资质都差不多，如果发挥你的优势，哪怕一点点的优势，通过时间的积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分开了。所以我们一定每天进步一点点，正确的事情一定反复做。如果有优势的地方，坚持一下，长此以往，一定会取得成功。复利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比如说贷款、保险。好的公司呢，也有复利效应，而且好的公司的护城河其实也有复利效应的，比如品牌、规模、网络效应等等，我们以后再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从下集开始，我们讲怎么应用复利去实现财务自由。拜拜。